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们来做半熟芝士蛋糕，口感湿润细腻，尤其是冷藏之后就像冰激凌一样，比普通的蛋糕我觉得是好吃很多的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卖的有点贵。那今天就分享给大家怎样在家里咱们自己来做。首先咱是提前做了一个蛋糕胚子垫在下面，之前也分享过好多做蛋糕胚子的视频了，这期视频就不做详细的介绍了。今天做的这款蛋糕其实不垫胚子也可以，模具是用的这种特别小的蛋糕模具，做多少块蛋糕就准备多少个模具，在家里做准备20个就够了，每个里面垫上一圈烘焙用的硅油纸，底部再铺上一层蛋糕胚子，前期工作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就正式来制作。首先在一个小的平底锅里加入50克的牛奶，接着加入20克的黄油，然后开最小火慢慢的加热，边加热边搅拌。待锅中的黄油融化之后，再加入80克的奶油奶酪，同样是边加热边搅拌到奶油奶酪融化。加热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火候，不然很容易糊锅底。把材料搅拌均匀，搅拌成粘稠的糊状之后，如果材料比较热，就再搅拌一会儿，给材料降温，感觉温度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往里添加鸡蛋，温度不能太高，不然鸡蛋放进去就烫熟了。鸡蛋只需要2个，大概每个60克左右。蛋白单独放在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碗中，蛋黄放在混合好的材料里，放进去之后就赶快把材料搅拌均匀。把材料搅拌均匀之后，再添加粉料，是10克的低筋粉和5克的玉米淀粉一起过筛进去。过筛进去之后，把材料搅拌成均匀的糊状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再打发蛋白，蛋白中加入25克的白砂糖，再加入1克的塔塔粉，或者是用几滴白醋或几滴柠檬汁代替。打蛋器先开低速，防止材料飞溅，然后开高速打发。和做普通的蛋糕稍微不太一样，打发到中途大概1分多钟的时候，打蛋器的速度可以稍微降一点，打发出来的蛋白比较细腻，最后打发到这种拿出来带有弯钩状，介于湿性发泡和中性发泡之间，就是蛋白稍微软一点，总共用时2分半左右。蛋白打发好之后，先取1/3和第一份材料混在一起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翻拌均匀。翻拌均匀之后，把所有的材料再混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翻拌均匀。混合材料的时候要稍微快一些。材料准备好之后，就装在裱花袋里，挤在刚才准备好的模具里就行了。下面垫的蛋糕胚子大概有1公分厚，咱准备的材料正好能做20个。如果不垫蛋糕胚子，可以做10个。接着取来一个更大的烤盘，垫上烤网，加入少许的水，然后把需要烤的蛋糕垫在最上面，一起放入烤箱。烤箱密封比较好的可以加凉水，烤箱密封不好会导致温度升不上去，建议加温水。最重要的就是烘烤的温度了。这款蛋糕一般是用200度来烤，烤的时间比较短，大概20分钟左右，这也是为什么它叫半熟芝士。但这种做法更适合商用烤箱或者是经验比较丰富的人来做。在家里来做，咱们也不是专业的，还是以普通蛋糕的烘烤温度会更好掌握。以80升的烤箱为例，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60度，下火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下层先烤30分钟左右，之后上火调到180度，下火不变，烤8到10分钟，给蛋糕上色。烤的时候中途不要开烤箱，烤好之后关掉火，在烤箱里焖个5分钟再出炉。越小的烤箱实际温度会越高，建议烤箱每小时升，温度降低5度。最重要的还是要控制好温度，当然烤不好也没有关系，大不了就是烤好之后蛋糕会回缩，味道还是不错的，不然这款蛋糕也不会卖这么贵。蛋糕烤好之后，可以先把外边的模具拿掉，吃的时候再把纸撕掉，放在冰箱里冷藏之后再吃，口感会更好。
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